男嘉宾孟先生36岁，来自吉林，是一名农民。女嘉宾郑女士30岁，同样来自吉林，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他们说你说过一句话，说你生活在一个无声的电影世界里哈。嗯，对。怎么想到用这个来形容自己的情感状态的？就是我老公在家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不爱说话，不爱说话。结婚多少年了？8年。你比他大6岁是吧？对。追你那会儿，谈恋爱那会儿爱说话吗？还是你们是属于那个父母给说了亲就嫁了？是那个别人给介绍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还行吧啊，现在不爱说话，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哦，有孩子吧？有孩子。几个孩子？1个孩子。男孩女孩？男孩。多大了？7岁了。啊，他跟儿子说话吗？也不怎么说。你跟儿子也不说话呀？我也经常不在家，他管理孩子，我管理的手。他不在家的时候，你们沟通吗？你比如说他出去了，有一些人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总得问候一下嘛，问问。这个你们有吗？这种沟通有，但是我要是不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几乎不给我发。有的时候我搁微信微的，他也不说话。完了，我试探的就给他发一个红包，但是我一发红包他还领，就是不和我说话。啊，领红包是秒领，说话从来不回是吧？为啥呀？给红包谁不要啊？那跟你说话怎么搭理呢？说话，因为我们俩，你说这些年结婚了，不想说，没啥太多的话呀，都没话说了。我的天哪！哎，你在外面跟朋友吃饭聊天，你说话吗？也说话，但是也不算太多。我们是农村的嘛，出去溜达去，比如说是上个卖店啦，再不在道顶上走，跟人家都有说有笑的。一回家就完全变个人，就他在外面是跟别人有说有笑。对，每天他要是在家的时候，他手机噔啷噔啷叮着响。是像你媳妇儿说的那样，你那微信在家里滴了当啷老响吗？不怎么响，他就以为我。瞅我这手机啥的，他不怎么在家啊，他农村嘛，春秋都很忙嘛，农忙的时候在家帮我干活，农闲的时候就是家里边有车，自己出去收粮去啊。但是收粮的时候累了歇一歇的时候，也会拿起手机啦，搜附近的人啦。这个那个的，他就和别人就能聊天。以前吧，在家的时候还能跟我俩说一句话，就是一天最多能说3次话。老婆，今天吃什么呢？这是一句。早晨中午，老婆，中午吃什么呢？晚上，老婆，晚上吃什么呢？这个拿个复读机给他弄好就行了嘛，只要按就行了嘛。完了，有一次他没出去，完了他在家就和别人聊天。聊的老高兴了，我就生气了，把他手机摔了。在那以后更不说话了，这3句话都没有了。为啥呀？因为我们俩，我跟他说话多了情况下，怕以后就是闹出感情问题。因为我们俩为什么说话多了闹出感情问题？你这心里藏了多少秘密啊？没啥。你怕被他审出来是吗？你们家谁说话算话呀？就谁能做主啊？他做主他做主，这你们家领导是吧？对。钱什么也归他是吧？对。哦，你怕他是吗？怕他。你怕他什么呢？我怕他花钱。怕他花钱。难怪这不敢说是吧？在家里不敢说是吧？对。他没事总上街里买衣服乱花钱，给孩子都买好了，给他自己也都买好了。孩子你也不管呢？孩子你管吗？孩子我是不怎么管，但是你管的方式有点不对劲儿。就你对劲儿，你不管孩子，家里边的一切你都不管，都我自己。就有一次我没在家出门了。完了呢，中午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饿了。”我说饿了，我妈妈没在家，你找你爸爸。
妈妈呀，我跟我爸说了多少句话，我爸都不吱声。结果晚上我回去，我儿子一天都没吃着饭。你这不仅是聋子和哑巴呀，你还是个摆设呀！儿子要你干啥呀？咋没吃饭呢？给忘了，我出去溜达了。溜达了？儿子吃饭你都能忘了？我们家孩子从生下来他也不管，就别说这次了，那次呢，我给你拿钱，我说儿子那个被子小了，我给你拿钱让你上街里给买一双被子。结果呢，你买了吗？早晨出去的，到晚上回来被子没买，拿着钱看着有打牌的玩了。明白了，这日子还能过吗？哎呀，还想过吗？想过，但是我希望他能改。不是，就这么一个男人，至少你现在描述的这个男人哈，不愿意跟你沟通，不愿意跟你交流。虽然在孩子问题上你们有分歧，但是他也是闷在葫芦里，不愿意说这件事儿。对啊。他的表述是说，我不愿意跟你在情感上起冲突，是吧？对。你害怕说了之后有分歧，人家跑了，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别说夫妻了，就天天这么见面不说话，这也别扭啊。这个男人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你，让你还想跟他过？其实吧，他除了不说话吧，别的方面也挺好的啊。完了呢，还有孩子啊。不想说是离婚什么的，我就希望他能改的。好的地方行不行？家里边的活，就像洗衣服、做饭了什么，这是咱们女人应该干的，像我们女人应该干的。如果就是说是像农忙的时候了，秋天了就是收拾地了，割苞米了，扒苞米什么的，就是这个如果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也不会就是让我去的。像我们这个平时的像农村，就他心疼你是吧？像农村没有事儿的时候，我们屯子都有那个女的出去打工了，出外头得挣钱了，多收入一些嘛。这个是他不让我去做。那他出去吗？他出去。等于这个男人很疼你，不让你干活是吧？给你挣钱有外心吗？也没有哈。没有。有外心吗？没有。你跟我说为什么回家不跟老婆说话？说实话。我就感觉吧，我们俩相差6、7岁，我感觉心里像有些跟说多话了吧，怕我们俩闹成矛盾，怕对不对？我们俩的感情上出现问题。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哈？你要真想聊点这个家庭琐事儿，你不太认同的，你怕他生气，对吧？对。你又觉得我不聊这些事儿，我能聊什么呢？是不是这意思啊？对。听起来就特别的奇怪啊！说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家庭？但是大家仔细的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中国家庭面临的恰恰就是这种沟通方式的问题和沟通的困难。大家可能不知道说什么，你们家可能更极致一些。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红兄，确实我们也看到了，作为一个丈夫，你和别人有说有笑，和妻子惜字如新，我真的担心你把爱情沉默成了微情。微信摇来的陌生人你都这么有话说，这就表明你并不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只不过你不想和自己的妻子说话。你刚才说不说话沉默的理由是怕说错话，但兄弟，这是在家里呀。家里不是外交场合啊，家是最放松的港湾，说错话没关系的，关键是你不想说。刚才赵传老师说的对，我们现在有一些家庭，生活了几年以后，有一方就会变得沉默了。这种沉默，其实你对妻子的这一种爱在消磨，甚至你对家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有一些你在逃避。所以我认为你的沉默一定是一种逃避的方式而已。我们在婚姻当中，我认为夫妻之间有矛盾也很正常，但是有了矛盾宁可争吵也不要沉默，因为在这一种沉默很容易把家庭
沉默成了植物人，而且很有可能在沉默当中把家庭给毁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你可能内心有一些自卑，但是也不代表着你在家里就无话可说啊。所以关键的问题，他要从这种心理阴影当中走出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没有问题的，心中还是有老婆的，对吧？你虽然笑嘻嘻的，你真的认为我刚才说的有道理吧？有道理。有道理，那你听不听呢？听。改不改呢？改。好，我也一个字，好。来听听宇东怎么说。兄弟和妹子，我觉得你们的爱情生的伟大，活的憋屈，老憋屈了。怎么会这么憋屈呢？在家没有话，在外笑哈哈，老婆孩子全不管，微信交友聊得欢。我觉得这种无话，这种冷漠，这种孤独，甚至有一点冷暴力啊，这个时间长了，你们两个人的身体健康全都废掉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哈？我感觉啊，兄弟，你肯定是憋屈，有一些难言之隐，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你的女人，甚至是你的孩子，你的家庭，对于你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不太可能给你带来什么快乐了，所以你在家外面寻找乐子。在整个婚姻过程当中，其实最高境界就是3个字嘛，就是聊得来嘛。对不对？你在整个家庭里遭受到这份孤独，其实孤独是什么？一个人的孤独根本不可怕，当2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孤独，这个才是可怕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聊得来是婚姻能够幸福长久的秘诀。那具体你们之间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涂老师看得比我更清楚，好吗？好，赶快解决哈，谢谢，谢谢宇东。来，涂老师啊。其实我也看不清楚，我也挺迷惑的。其实有的时候语言并不是丰富了我们的表达，而恰恰是限制了我们的表达。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其实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不说话的问题，而是没有反应的问题。很多事情他说他怕说了之后惹你生气，他其实可以不说。比如说尴尬的搓搓双手，比如说满脸堆笑的点点头，这都是一种妥协的方式。也可以不惹事儿，不会引起争吵，但是偏偏他连这个都没有，这就是问题。不说话没有关系，很多不会来事儿的男人，不会跟女人甜言蜜语，都不会说话，但他们想要平息家庭的矛盾的方式，就是用频频点头，按老婆的话认真去做就可以，这不会惹起麻烦。所以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是撒谎。他说因为你年纪小，他怕在某些方面不认同，引起彼此的纷争，你完全可以照做就可以了，你没必要说话。但是就现在为止而言，我认为他没有反应的主要表现是因为钱。因为我看到其实至少有3点是因为钱的问题。你在微信当中发红包，他秒收。他秒收的原因不是因为缺钱花，或者是说一定要挪为己有，而是因为怕你乱花，所以他先收着。第二，你给孩子买被子，他不买，把钱给自己花了。其实你听到的所有的矛盾只有钱的问题。他反反复复说你乱花钱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他总体的对于你的不满就来源于对于家庭经济开支的问题。他一方面又想宠着这个女人，他认为她漂亮，然后呢又心疼她出去打工，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你持家他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采取这种回避而沉默的态度。这是我所了解到的，其他的我看不到。但我想说的是，你可以不说话，但是如果你长此以往下去，老婆总有一天是别人的，到那个时候你不想说话，你也得说话。
到那个时候是人财两空哦。所以你想想，你不说话没关系，请你对于二妈，对，行，回家陪老婆好好聊聊吧。谢谢两位，请回吧。